这是我们来到广州拍的第一期视频，刚好赶上端午节。这边的端午节非常隆重，端午节当天最热闹的猎德村也非常值得介绍。据说有的猎德阿姨一个月收租金就能有10几万，而且猎德村地理位置优越，靠近广州塔和 CBD， 这房价可想而知啊，是吧？所以这边一个村为了端午节花个100-200万也很正常，热闹程度堪比过年了。于是我们端午节当天一早就来凑热闹了。大家好，现在是2025年的5月31号，端午节这天。看我身后的人群，我现在在广州猎德，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待会要去猎德冲那边看龙舟赛的。现在出发吧，走。不是说城里不能放烟花爆竹吗？广州不管这个。空气中都弥漫着鞭炮的火药味儿，这个人群太多了。广式端午节的仪式很多，龙舟平时是沉在水下的，所以农历4月初就要开始起龙，然后是采青、招景、应景、赛龙，一直到藏龙，前后得持续1个多月。端午正日这天，猎德村举办的是龙舟招景。招景呢，就是兄弟村的龙船都来到猎德村，一块划船吃饭，联络感情。一般早上8点前后就开始有龙舟到来，10点左右达到高潮。龙舟进冲口要敲锣打鼓放鞭炮，主人村也要放鞭炮迎接。龙舟到达之后不能马上靠岸，要在景点来回3趟才能上岸饮茶吃饭。所以这一天这鞭炮声、鼓声、哨声就没停过。写的啥？旗子上？广州天河区远村。你看他在往对面扔东西。每个村子对待龙舟都非常重视，甚至有特地从外地请假赶回家训练的队员。我们村没有我会输的，网络梗走进现实了，属于是。表演赛招景人好长啊。这艘船上得有70-80个人吧？身价多少来着？20亿是吗？对，人均1000万的水平。支持哪一个队伍？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太远去了。据说有些村还会用定制的碳纤维船桨。一根桨的价格达到了700多块，一艘船要用60-70根桨，这总价可以估算一下。再加上由名贵木材定制的龙舟，一条龙舟的价格是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还有场地费、教练费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村一场比赛搞下来花个100-200万是很正常的。哪的？猎德的。猎德的。女的。女生队。怎么还有个撑杆的，拿着旗子？那他们这么重视龙舟也是有原因的，除了联络宗族和村落之间的感情之外，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展示自己村的实力。跟世博会、奥运会是一个性质。气派的龙舟展示了村民的富庶，每年都派出这么多青壮年，也能展现人丁兴旺。这是一场财力和人力的较量。今年的猎德村出了个段子，说是派了个外国女婿划船，结果龙船翻了。就有网友对房东喊话说：“咱可丢不起这个人，我要搬到隔壁县村去了。”刚才从龙船上扔下来的就是这个姑娘手上拿的这鞭炮。广东的龙舟都很长，30米以上，头尾往上翘，龙头可以上下左右摆动。一艘传统的龙舟船上可以坐70个人左右，划起来非常壮观。像这种百船聚会更是不得了，河里都堵车了。有没有朋友好奇，在这么窄的河道上，这么长的龙舟是怎么掉头的呢？给大家3秒钟猜一猜哦。
3、2、1，其实就直接反过来做就可以了。昭景之后呢，大家都会赶到祠堂吃龙舟饭。龙舟饭摆在主办村的祠堂，动辄得有上百桌，主要是招待兄弟村的龙舟队的。最近也有一些对外开放的商业龙舟饭，我在网上搜到一个，168元一个人，有点贵，我们就不参与了。龙舟宴还没开席，桌上摆了水果和饮料。我发现他们喝的可乐是一种从来没见过的，这个叫亚洲沙涌的汽水，有朋友认识吗？看一眼菜单。这是猎德村的牌匾，下面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这牌匾得有5层楼高呢，非常气派啊。农历5月初8是龙母的生辰诞，烧香的人非常多。猎德村以前是个破旧的城中村，因为建珠江新城，所以成为了广州第一个城中村整村改造项目。猎德村在原地拆除重建，西边盖了商业高楼，东边盖了安置小区。安置小区是按照拆一补一的原则进行补偿。网上的数据说，一共有6000多套安置房分给了7000多名村民。按照房价来换算的话，人均100万富翁级别。还有商业用地的收入也会给村民分红，按照1995年以前出生的人头来平分。比如2024年的分红就达到了人均4万，那一户人家光分红1年就能有几十万收入，相当可观。现在我们打算回家了，但是地铁进不去，这队伍都排到这儿了。终于到家了，这是我们刚刚在路上买的碱水粽。当地的这粽子是用碱水煮的糯米粽子，我们买的是红豆馅儿。这个是老板已经把叶子给我们剥掉了，就方便直接吃。一个是3.5块。外面这一层看起来很糯很黏的，但是里面它不是黏的，里面的米是粒粒分明。很干，对吧？对，很干，然后那个豆沙也不甜的，整体味道都很淡，有一股重的碱味儿。这几天端午节，我们俩其实在广州已经尝过好几种粽子了，甜的咸的都有。吃过的粽子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前几天在广州菜市场买的那个瑶柱干贝粽，咸口的，包的是海鲜为主，有一点肉。它那个中间有一个很软的东西，你知道是啥吗？像鱼肉一样有一个。对，它有点像肥肉，但是呢，它又像鱼皮。对，又不是肥肉。没有那么油，然后那个米是白色的，不像这个黄黄的。那个我觉得也还可以。其实粽子这个东西它也不只是甜的和咸的这么简单的区别，我们那是只有甜的，不包馅儿的。糯米其实我们叫江米，我们那儿的糯米会掺一些那个黄米。小米。不是，它就是黄米。我们那儿蘸的糖和南方的糖也不一样，我们那儿要蘸糖吃的，蘸那个绵白糖，就是很细很细的。然后南方其实那个糖储存不了，因为太湿了，南方都是砂糖嘛。湖北那边吃的是那种白色的粽子，就是纯糯米，它也是蘸糖的，里面什么馅儿都没有，蘸糖的蘸的是白砂糖，就咬起来会咯吱咯吱的。那跟我们那儿也不太一样。上海和广东的比的话，我可能也更喜欢广东这种。就是同样是咸粽子，同样是包肉的，上海的那个粽子更油润，然后有一股很重的酱油味儿，粽子拿出来就是酱油的那种颜色。对，肥肉特别油润，咬进去就是那种满口冒油。很油，对，很油。然后广东这边粽子呢就是白色的，让它整体会比较干，就像我刚才掰的这个一样，它的中间这个米啊，看着就像是没有煮熟一样，一粒一粒的。
按理说粽子应该非常黏才对，但他们这边我们买过好几个全是这样的。跟其他地方比是偏干的。对。然后味道也比较淡，没有那么重的调料味儿。同样是咸粽子也是有区别的。然后同样是包蛋黄的粽子，上海用的就是那种流油的咸蛋黄，广东就是我们吃的那几个就是用的是干的那种咸蛋黄，咬进去就是沙沙的，然后它就裂开了，它不会有那个油沁到糯米里面。味道也不是特别浓。然后我会觉得我老家东北的那种粽子，它的主要味道来自于哪儿呢？除了是糯米的话，它有非常浓的粽叶的味儿。可能叶子也不一样。叶子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包过。上海和广东这个粽子，我都吃不到多么浓的粽子的粽叶的味儿。我们那个是很有粽叶的那个香味儿的，那个清香味儿的。然后蘸一点白糖，是那种味道。我估计很多人是没吃过东北的那种甜粽子的，反正各地都不一样，它不只是甜和咸的区别。最近网上讨论的比较热烈的甜咸粽子之争，我觉得网上类似这样的讨论还是太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给抽象成两个简单的极端了。就像我们体验的这从北到南的粽子，根本没有办法概括成甜和咸这两个抽象的简单的概念。真的对粽子想了解这个粽子是什么味儿的话，还得亲自去当地尝一尝才知道它们的区别。那我就继续吃粽子了，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下期见，拜拜。